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一个是中国疫苗真相，不提供感染保护第二个是复旦杀人事件，第三个是习近平考察青海的发现那我们先讲疫苗。我们知道疫苗是人类社会控制疫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也是最核心的手段。那么疫苗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控制疫情就必须依靠疫苗。其他的手段并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那么但是中国的疫苗一直让人很疑惑因为第一个，在疫苗出现的早期其他国家还没有出现疫苗的，中国说已经研发成功了疫苗，然后他并没有很早就开始使用，很早宣称已经有疫苗，但是他疫苗大规模的接种其实很晚甚至比美国都要晚，他很早就说他已经研制成功了疫苗，所以这些行为让人觉得很怪异。你比如说他不积极推动疫苗的接种直到上个月才开始急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疫苗在海外，它疫苗外交，很多援助其他国家的疫苗普遍接种之后并没有控制这个感染的情况，甚至有些地方还更严重所以这一系列情况让大家对中国疫苗产生很多的疑问那么今天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我们先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6月6号，广州市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那么广州报告3例，深圳报告1例那么另外有这个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1例新增2例本土无感染症状广州报告1例，湛江报告1例但是我相信这数据全是假的应该是大大超过这个数据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在这次本土感染病例当中，有4名患者他是打了第1针疫苗，但是还没打第2针就感染了。然后为什么打了疫苗还会被感染这件事情呢？这个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就跑去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叫邵一鸣邵一鸣他就问他为什么打了疫苗还会被感染。他说打了疫苗还会被感染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他解释他说疫苗的保护作用可以分成3级第1级是预防感染预防感染可以保护接种者不受感染，这是最理想的这是第一级。第2级是预防发病那么或者说使轻症不变成重症，甚至发展至死亡这是第2级。第3级预防就是哪怕感染了有一点症状但是体内的病毒很少很难传给别人，所以叫防止传播那么他这个邵一鸣说，他说中国的疫苗，他说我们的疫苗就是中国的疫苗定位是2级预防定位就是2级预防，保护率他公布的保护率是针对发病的那么不是针对感染，所以有一些人打完疫苗也会被感染。那就问他，那这个概率是多少？那他说概率不高，但是我们没有大量的测试，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他不大量测试干什么他说美国测过他们9000多万人打完疫苗之后，大概有9000多万人打完之后，大概还会有9000多人还会感染，1%的概率我先回应这个后面这句话明显是不对这是误导。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辉瑞提供95%的保护，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会有少于5%的人即使打了疫苗也会被感染，因为保护只能提供95%的保护这就是保护率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你打了疫苗，那大部分95%的人是不会被感染，
只有少于5%的人感染。那实际情况是打了9000万，只有9000人感染，重新再感染，那只有万分之一，那说明这个产品其实比它产品声称的还要好，它声称是95%，实际上是万分之一不会重新感染。这个概念和刚才他讲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他说的是中国的疫苗定位就是不是提供感染保护的，定位就是2级，就是第2级，第2级就是预防发病的，就是让你病没那么严重，它并不提供感染的保护。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做了一点功课啊，我们还是要从常识开始讲。疫苗是用细菌、病毒这个肿瘤细胞等制成的，这是维基百科的定义啊。制成可以使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之生物制剂啊，透过疫苗接种使接受方获得免疫力。按照接种目的，可分为预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2大种。那么我就找了医学界的朋友跟他们了解，他这个医学界的朋友用我们大白话讲，就是疫苗其实就是一种介质。那么介质呢，让人体呢获得抗体当你这个人体获得抗体的时候，那么这种抗体就能针对性的抵御来自某种病毒的攻击，这就叫免疫或者是免疫力这是第一。第二，无论是防感染，所谓刚才讲的，无论是防感染还是防并发，都是有抗体产生，没有别的东西，就是抗体产生。因此，出现疫苗的这种差别，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疫苗品质的问题，就是你的品质没有达到要求，所以你就不能提供防护那么这是第二。第三，如果疫苗不能提供感染保护，那说明它的质量品质是不过关的它根本算不上疫苗，因为所有的疫苗就是要提供感染保护的。疫苗的任务就是保护人体不受感染，那么你不能提供这个感染保护，当然不能叫疫苗这是我请教这个医学界朋友医药界朋友给我的提供的回答那么从目前来看那么中国的国产疫苗不提供感染保护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还有疫苗不提供感染保护的这种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在今天之前，中国政府、中国卫健委、中国的疾控中心、中国的任何一个疫苗供应商都从来没有讲过中国的疫苗原来是不提供感染保护的，这是第一。第二，世界卫生组织在通过批准它紧急使用的时候，也没有提到它是不提供感染保护的。那么这种疫苗既然现在知道中国的国产疫苗是不能，它从定位上已经是不提供感染保护的，说明什么？说明从头到尾它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全世界那么目前这第三，目前全世界所有的疫苗，除了中国的以外，全部都是提供感染保护的那我问过了全部都是提供感染保护的。疫苗就是为这个来的，如果不能提供感染保护，只有提供了感染保护，就是你打了疫苗你就不会被感染，意味着什么？你才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才能最终控制疫情。这就是全世界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手段这是第三。第四，
如果中国国产疫苗不能提供感染保护，意味着什么？这个很重要。我认为今天这个信息将会改变全球疫情的格局，意味着中国将无法实现群体免疫，因为你不管怎么打，你都不能阻止病毒在中国国内的传播。所以中国为什么？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我们往后看，你就可以理解中国做的一些很怪异的动作，原来跟这是有关系的啊。那么第一个就是第4点，中国将无法实现群体免疫。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直往下走啊。那么全世界因为疫苗的普及啊，普遍的接种将控制疫情，全世界都会发生。但是而中国因为它只有国产疫苗，那它将还会持续的出现一个什么局部性的爆发，就有点像广东省。广东省就是局部性的爆发，然后上海又局部性的爆发一下，北京又局部性的爆发一下，河北局部性的爆发。你看这个局部性的爆发此起彼伏不停啊。那么只要一根火柴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就一个案例，那这个城市可能就封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手段，没有阻止它的手段啊。这是第4个。第5个，你再往下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疫苗接种越来越普及，那么正在走向全面开放啊。你可以看到啊，那么他们不仅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欧洲也好，他们不仅内部在开放 reopen， 他们对外也会陆陆续续的开放。你欧洲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疫苗护照啊，就是准备要开放边境。这是第5点。第6点，中国未来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啊。那第一，国内的开放并不可靠。你看广东的原因就是5·1啊，5·1之后，5月20多号开始出现这个新一轮啊，5月21号开始，那就跟5·1是有关系的。5·1其实之后，像辽宁啊，像这个几个地方都发生，原因就是5·1的小长假。那么国内的开放，其实对国内的开放不可靠，因为没有疫苗。那么国内不可能全面开放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社区里面还是有病毒的，病毒没有消失。那你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可以开放？因为它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就算是你一个带菌者跑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所以这个人会被，就是这个人携带的病毒其实是被围困在自己身体里，它并不能传播出去啊。所以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继续对外封锁，它不能够打开边境。因为全世界都是病毒，全世界到处都病。其实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 COVID-19 病毒，有各种各样变异的，有不变异的，各种各样的病毒，全世界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没有关系，大家不怕。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打了疫苗你就会产生抗体，你就抵抗它，它就没办法感染你。但是中国不行，所以中国就不能开放。那么一旦外部有人携病毒进入中国，那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羊群里面跑进来一头狼一样，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就是中国未来还会继续封锁。这是第2点。第3点，复星给 BioNTech 他们签的那个合同将会成为这场灾难唯一的解药啊，这是一个。但是它有没有这么大的生产能力？它什么时候才能够形成这么大的生产能力？现在不知道。中国有14亿人口，号称啊，那你想一下，生产14亿人口的疫苗是另外一个概念啊。那么第4，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疫苗就成为了战略物资啊。
如果西方国家封锁，就意味着中国将无法摆脱疫情的困扰。第5个，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国。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第7点，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发现，我们就会知道，或者是我们可以明白，当局为什么会采取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防御政策啊。第一个，一出现疫情，一出现确诊病例，马上封城。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这群羊群里面跑进去一头狼，赶紧把羊关到羊圈里去，不能够出来，否则就会被狼吃掉。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羊，没有一个狼。为什么？因为没有疫苗。你打了疫苗的羊就变成了狼，但是你没有疫苗还是羊。这是第一点。第2个，你可以发现广东有几个城市的做法都是一样的，一发现疫情爆发，马上停止疫苗接种，开始进行这个全程的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的目的是什么？核酸检测的目的就是找出那个感染的人就把那个感染的人找出来进行隔离啊。那么这是当你没有任何疫苗的时候，你用这种方法不断的把感染者从人群中找出来放在那里。当大家有疫苗的时候，这个动作已经基本上不再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开始打疫苗，因为打疫苗跟你核酸检测，其实你付出的成本是差不多的。那我情愿去把所有的成本放在哪里？打疫苗上，因为打了一个就搞定一个，就不断的大家在打疫苗，所以你感染你就继续感染，但是我这边不断的在打疫苗，我只要把有症状的病人把他放到医院里去给他治好就行，我就着重在解决这个问题，着重一个有症状的病人的治疗，一个打疫苗，中间这个我放掉。为什么？集中资源做这2块，最终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你看，发现中国把2块，这个把这个打疫苗停下来，去搞核酸检测。我一听到这个情况，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疫苗没有效果，因为对于疫苗不相信。那么现在的确信的是什么？疫苗不是没有效果，它根本就不是冲着防止感染去的，它上来就是它定位就是第2级，他说的第2级。第2级就是不提供感染保护，只是说让你的症状不要让你死掉，不要让你变成重症。这第2个。第3个，其实你现在广州还在建方舱医院，你能理解吗？就是说，其实你看美国美国的情况很特别啊，美国情况是，陆军已经开了2艘船，2艘这个医疗船，东岸一艘，东岸在纽约，西岸在旧金山，都没有用，实际上都没有用，因为它的医疗系统能够应付得过来。那么中国的方式是建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其实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它还会交叉感染。那现在你可以看，广州还在建方舱医院，所以你可以看一系列的怪异的现象。如果只有一个条件能够让这一系列的政策变成合理化，什么条件？就是真的疫苗不能提供保护，感染保护。真的是你从这些系列的政策可以反证这个邵一鸣他做出的这个陈述啊，其实我是很震惊，非常震惊。原来中国的疫苗是不提供感染保护的，那怎么能叫疫苗呢？所以第8点，从一开始，中国政府、中国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的这些疫苗供应商都在骗人啊！研制成功疫苗是骗人，疫苗合格骗人，疫苗接种骗人，全是在骗人，一直在骗。但是
但是骗局是这样的，你只能在某一个时空中有效，超过这个时空就无效了。所谓的纸包不住火，现在纸就包不住火了。然后这个邵一鸣作为这个疾控中心的研究员，他讲了很多的话，其实这段访问讲了很长。你通过这个疫苗，他说什么？谈及疫苗的可持续性啊，邵一鸣表示，不同类型的疾病和不同类型的疫苗保护期的长短不一，因为新冠是一个新疾病，所以所有经验都要靠现在的数据积累。我们正在积累这个数据啊。然后它保护率没有数据啊，保护期也没有数据啊，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数据，不知道这疾控中心在干什么啊。然后他说这个不管接种的人群免疫消退到什么程度，打过疫苗的人跟没有打过的疫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打过疫苗的人哪怕抗体一点都测不出来，没关系，他体内还有大量免疫记忆细胞啊，只要再碰到病毒就会有很强的免疫基础。什么鬼？免疫基础能不能？你应该告诉我，到底有还是没有？你说有基础是什么情况啊？所以这是研究员，疾控中心研究员，所以他结论就是，所以说接种疫苗一定会比没有接种好。你说这跟安慰剂有什么区别？一个研究员讲这样的话啊，我就不说了啊，我们继续讲这个疫情嘛啊。最新通告，广州市即日起关停全市中高风险和封闭风控管理区内的农贸市场啊，这是广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18号通告。他说，即日起关闭全市中高风险和封闭风控管理区域的农贸市场，这第一个。第二个，即日起全市刚才是这个中高风险，还有就是封闭风控区域啊，这是全市餐饮、医疗机构等重点场所，还有其他场所，不仅仅这两个。他是等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啊。重点场所实施扫码进场，去餐厅要扫码的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昨天其实网上在流传，芳村要建这个，就是荔湾区的芳村要建这个方舱医院收治这个武汉肺炎病人。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在传。今天荔湾区这个官方跑出来澄清，说什么呢？荔湾区出来讲说，这个传言施工地点是在石围塘街道啊，实际上他说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防疫建设的临时宿舍，解决支援荔湾区防疫工作人员住宿问题。你相信吗？两个字，狗屁，怎么可能呢？你才几百个人来，就算你有1000人，随便安排那个酒店宾馆都住下了，那么多这个叫经济型的宾馆，现在都没有人住，你是直接把他们安排在，你用得到去盖房子吗？你只不过要喝杯牛奶，他们支援完了他们就走了的，你为什么要去建这个宿舍呢？啊，这个讲法实在太不靠谱了。他们只是来2个月、3个月、1个月、2个月的时间，你安排酒店不就？经济型酒店也不贵，所以你相信吗？我不相信，肯定还是要建方舱医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看这个财新网说，这个5月初的时候，广州这一轮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中山三院、岭南医院，这个中山三院叫岭南医院，对外发布了一份新冠肺炎防治临时病房项目工程招标文件。那这本文件显示，这个岭南医院要建一栋3层楼的临时建筑，占地2500平方米，总建筑工程面积是6500平方米，建筑项目总投资4000万，施工期是100天。
建个临时房屋，周边的老百姓就忧心忡忡，担心现在所有的救治啊，就所有的武汉肺炎有症状的病人都在哪里呢？广州第八人民医院，其实第八人民医院就是传染病院啊，那么就担心这个第八人民医院这个床位不够，然后就是岭南医院再搞个临时建筑，就如果那边不够，就把它转移到这边来。那么第八医院的这个院长说床位充足，这些话都不可信。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盖这个临时建筑啊，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啊，话是没有错，但是一听你就知道，他就是在准备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广州肯定是在为大规模爆发正在做准备。那么也就从这个情况来看，你反过来看，现在广州市的爆发的情况肯定不是有3-5个小猫3-5个确诊病例这么简单，肯定是规模比想象的要大。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因为这里面都不是核心的问题。其实所有的问题，我现在有一长串的信息，这些一长串的信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广州当地没有公布，就是到底有多少病人，就是已经知道的感染的病人有多少。网上有各种传言，有200、300，有500、600啊，都有各种传言，但是政府不公布，你就不能够确认。但是可以确认一点，第一，广州肯定在为大规模爆发做准备，啊，有2个方舱医院都在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现在肯定疫苗是没有用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为什么会打？为什么停掉打疫苗来进行核酸检测？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现在大体上知道这件事的大体的方向是什么了啊？这个我觉得更重要啊。大概很多网友不断的在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开放边境？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你就准备好回不去吧，短期之内都回不去吧，啊，大概是这样啊。第二个新闻，复旦杀人事件。复旦大学发生一起砍人事件，那么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教师姓姜，因为工作不满，首任他们的党委书记叫姓王，那么割喉，直接割喉，现场非常惨烈啊。那么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啊，复旦大学变成文化保卫分局管理啊。警情通报：6月7号14时52分，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就是复旦大学，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件，犯罪嫌疑人姜某，男，39岁，该校教师，已经被抓捕。被害人王某，男，49岁，系姜某同事，已经死亡。啊，那么案发地点是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啊。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就在杨浦区的邯郸路啊。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姜某，是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教师，被杀的是数学学院的党委书记王永珍啊。那么凶手手持利刃啊，割喉，当场死亡，现场非常惨烈。那么嫌疑人是引进的人才，当初到复旦的时候就约定6年为期啊，考核科研任务，不达标就解聘，然后就这个王永珍就代表学院宣布这个解聘的决定啊，然后就当场就割喉啊。那么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持刀杀人的嫌犯被警方控制啊，警方当场对他进行审讯。嫌犯说，杀人动机是因为长期受院方陷害和恶劣的待遇。那么这个消息在网上疯传，今天到处在传，很快这个微博就撤下热搜啊。
那么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官网已经打不开了啊。过去1个月的时间，中国各地发生各种凶杀案。今天的特别之处是什么？今天特别之处发生在大学。过去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凶杀案都发生在街头啊，这个市井，基本上都在市井中发生。但是这次发生在大学，而且是大学老师之间的这种凶杀案，这比较少见，比较少见。那么我念一下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凶杀案啊，这个浙江绍兴5月29号3死2伤，大连劳动公园5月22号4死3伤，武汉光谷保利5月28号这个死亡不明，广东清远英德5月23号1女被杀，河北任丘啊5月24号3名学生被砍，南昌红谷滩5月23号1死1伤，浙江义乌5月29号2人被捅伤，然后是湖南郴州5月28号5名学生被砍，南京西街口5月29号8人受伤，山西怀仁5月23号1人被砍，然后上海分众5月17号5人被伤被砍，然后是广西北流市4月28号2死16伤啊，这个是非常震撼，就是这个北流市玉林的北流市啊，一个幼儿园，这个闯进去一个持刀伤人案件，2人死亡16人受伤，现场那一片哭声，全是幼儿，有跑到幼儿园去砍小孩啊，这真的是。东莞东城区4月27号1名学生被砍，广州白云区4月26号1死1伤，四川达州宣汉县5月5日至少4人受伤，伤亡不明，4人伤亡。福建建阳5月8号伤亡不明，宁夏吴忠市3月22号6人被砍伤，直到4月才曝光。广西柳州6月3号2人死亡，安徽安庆6月5号6死14伤，四川眉山6月5号伤亡不明。那你看2个月左右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恶性的案件，那么这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媒体报吗？报，就是只报一个警方警情通报就完了，没有追踪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安庆死了那么多人啊，安庆6死14伤，媒体不报啊。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中共开始宣传党庆，100年党庆，那这些恶性案件不断的在打脸啊，大家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维稳维的是什么？很多人维稳以为是什么？以为维持社会稳定，其实不是的。维稳其实讲的是中共政权稳定，社会并不稳定。你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社会不稳定。那么中央社有一段话，我觉得讲的还不错。他说，现今中共国社会不公，民怨沸腾，打压吸收就业最多的民营企业，赶走外资企业，经济下行态势明显。表面上厉害了我的国，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又钳制言论，缺少宣泄途径，就像寿命到期的高压锅一样，迟早爆炸啊！这是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很到位啊。最后一个呢，讲习近平考察青海。习近平是7号赴青海考察调研啊，当天下午他来到西宁市青海盛源地毯公司啊，那么了解地毯怎么织的啊，然后又去到文汇路
街道文庭巷社区考察这个基层党建。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他每次出来我再看一下，看起来有什么特别啊？看看有什么这个习近平最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看看这个表情怎么样啊？这次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啊，本来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新闻。不过，他这个新华社有一段视频，很短的视频，大概是我不知道总长度有多少。这个视频很特别，它每个镜头都剪得很短，就是一个镜头大概只有1秒钟，1秒多一点点。一般来说，就剪太短的镜头不好剪，因为你有的时候我们剪镜头通常是一个动作的开始，比如说我把手一挥啊，通常从挥手的这里开始，挥到那里会稍微停一下，哎，剪掉，然后再接另外一个动作。但是他的很多不是，他是手刚起来就剪掉。那我开始有点奇怪，为什么？等我看第二遍的时候，发现有2个镜头里面，习近平脸情不自禁的这么晃一下。看第一个镜头我没什么，第2个镜头还是在晃一下，这是什么？就是控制不住的晃一下，这就是帕金森，啊，老年人，这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就是我讲的是，大家可以去新华网看一下，新华网还是人民网？新华网去看一下头版头条，看看是不是脖子在晃一下啊？我今天讲这个的，就是为了讲那个镜头，讲那个镜头的背后，就是习近平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老年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们今天特别要感谢字幕组最近的辛勤工作。为什么？现在字幕组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这里也特别向大家报告。就我们现在因为字幕组的效率非常高，然后我们又增加了一些网友的支持，所以字幕组基本上很快会把我们的这个字幕就上来。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看字幕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得很贴的了啊。我就特别鸣谢一下啊 ，Tina 也特别鸣谢，为什么？连续字幕做了1年时间，他做了多少期？158期。非常厉害，感谢 Tina 啊，菲菲也很厉害，菲菲每2天出1期，也很高产啊。那么，然后是欧阳、Cliff 王、Samuel、言行、苏啊，我们有7个字幕组的成员，他们非常高效的工作，保证了我们这个字幕的及时更新啊，感谢字幕组啊。Awakening， 谢谢。生活现在离不开王先生的节目，谢谢王老师，谢谢啊。Stone， 谢谢 ，Mike 朱，谢谢 ，Danny 张，谢谢，Random Chivas， 谢谢，感谢王 Sir 的节目。落地加拿大，顺利找到工作，刚领到第1笔薪水，请王 Sir 喝牛奶，谢谢啊，恭喜你啊 ，Random 啊，非常非常高兴啊，我就很想听到这种消息。Luna Bird， 谢谢 TT， 谢谢。观点：中国疫苗就是头痛医脚，最危险、最需要的老年人群不能用，只能给青壮年用。也就是说脑袋疼，但大夫说没法，只能给点治脚疼的病，这个脚疼的药啊。情况打卡美国，疫苗真的起作用。我们医院是州里第2大医院。疫情期间，我们医院有250例左右每天。今天早上医院报告说只有8个阳性患者，基本上不增加，逐渐在下降。现在应该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加州原来是很厉害，加州好像只剩下了100多例啊。情况：现在任何人飞到美国几大口岸机场，
可以立刻打到疫苗，而且有留学生如果在中国打了国产疫苗，美国大学会要求重新打美国疫苗才能入学，这是真知道啊。情况，佛山的前5个感染者都打过疫苗，第一个感染者40岁，可以确定打完2剂疫苗，5月21号接种完第2剂疫苗，27号检测阳性，不能预防感染，能算什么疫苗？好问题啊！我今天的整个的节目讲的就是这个，你不能够保护这个不受到感染，你就不算疫苗。情况坐标上海，现在有大部分人都摘下了口罩，都是打了疫苗的，大家都认为只要打了疫苗就免疫了，真是无知啊！不是他们无知，是他们被骗。中国政府、中国卫健委、中国的疫苗生产厂商、中国的疾控中心从来没有告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中国的国产疫苗是不提供感染保护的，所以你还要打，你打了疫苗，你还得戴口罩，你还得保持社交距离，你还得做所有疫情期间做的保护动作，所以这是必须做下去的。情况，国药3期认证时，疫苗组、安慰组的副作用比例是28:29%，而辉瑞、Moderna 的数据是75:30，79:35，说明国药的抗体产生非常弱，副作用发生比例竟然低于安慰组，科兴更是没有这个数据报告。观点，太自信，太傲慢，本想用5一长假炫耀大陆疫情控制好，可惜成了笑话。钟南山的老窝就被病毒端了，那广东不能算钟南山的老窝，那不是污蔑广东省吗？钟南山凭什么把广东当他老窝？不是的啊。观点，中国可防可控，不是疫情，是媒体跟舆论。维稳的也不是为了治安，维稳的是媒体跟舆论。蒙上人民的眼睛让他看不见，捂上人民的耳朵让他听不见，一切就岁月静好。情况，上海复星复必泰疫苗厂已经建设完毕，就等政府批准投产。复必泰就是辉瑞疫苗，叫复必泰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最好说辉瑞。但是它产量是有限的啊，要完成全中国人的疫苗生产那是不够的，那是差得远，那可能得几年下去啊，几年下来。情况，墙内媒体风向变了，不讲国产疫苗保护率了，开始讲打疫苗即便感染了也是轻症，把新冠病毒变成了新冠感冒，简直没有底线。没有用啊，这没有用啊，怎么吹怎么洗都没有用啊，白不了的。你是煤球，你洗得白吗？你说。情况，目前这种情况下，天朝务实的做法就去买有效的疫苗跟试剂，当然这样子做，土共的面子没地方放，在土共的眼里，自己的面子比韭菜的命重要。提问，作为非专业人士提一个外行的问题，中国是否有可能在疫苗研发上采取跟其他高端技术一样对策，即臭名昭著的反向研究，对辉瑞或其他西方疫苗进行研究仿制？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听到国家领导人接种疫苗的消息，他们在等什么？或者已经静悄悄的打过了？如果打的是国产疫苗，怎么可能放过大张旗鼓的宣传的机会？这大概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反证。网友答：mRNA 疫苗研发不是难点，辉瑞都暂时放弃专利了，难的是生产工艺。换句话说，就是把专利送给你，你也生产不出来啊，理解吗？观点，上海复星和 BNT 的 mRNA 疫苗国产化工厂已经开工，如果年底能够顺利生产出有效疫苗的话，
预计最终还要靠 mRNA 疫苗来实现全体免疫。灭活疫苗的先天缺陷，也就是有效率很低的原因之一。病毒变异后有效率更低，不过应该在减少重症率上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在疫苗这种科学问题上，用文革那套大干快上、人定胜天的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减少重症，搞了这么半天，原来只是为了减少重症啊！你早说呀，对吗？那牛皮吹到天上去了，对不对啊？提问：如果真的疫苗水平只能使感染者不会变成重症或者死掉，那也有点效果，不是？是的啊。那么打了是不是比不打好呢？是的，各个感染者只是像重感冒一样死不了，不是也起作用了吗？为什么还要放弃打疫苗？说明很可能连第2级的保护，说不定也是吹牛的呢，或者也许还有引起感染的风险，也说不定呢。那我不知道，这个我答不了你。但是肯定是什么？肯定是这个少什么？我忘记他名字了。他不是说打就比不打好吗？这跟 IMAG 有什么区别？这就跟 IMAG 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当初这个疫情期间，要别人吃中药，然后就问你中药有什么用？他说：“哎呀，这个中药的用处嘛，就是你吃了就肯定比不吃要好，也没什么坏处。”他就当时就这么讲。提问：中国进口的1亿辉瑞疫苗有什么下文吗？怎么没听说过国内有人接种呢？中国有买1亿这个疫苗吗？我没听说呀。中国买了1亿辉瑞疫苗，不是说跟复星跟这个 BioNTech 合资嘛？观点：关于复旦杀人，无论是谁杀人都不应该，但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高校教师的聘任制。很多人进入高校是为了悠闲的养老，不搞学术，所以国内很多综合性学院院校开始学习西方高校聘任制，要求老师每年达成一定的科研成果，以此来决定是否续聘。此制度可以防止那些占着位置无所作为的科研人员浪费资源。只有那些很有名、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学校才会将其聘任为常聘教授及终身性的职位。2点，第一点，你也不能够决定这件事情是什么性质，对吗？所以案情没有清楚之前，你就先不要把这个所谓的说别人是不搞学术、悠闲养老，对吧？所以你还是不应该这么说，因为你还不知道情况。我们要真的了解情况了之后，我们才能够下定论。因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死人了，死人的事情就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在这种严重的事情之下，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我们可以把事情告诉大家，我们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等待更多的情况，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你不能一上来就说这个杀人那个嫌疑犯是因为养老，不学无术啊，你不能这样讲别人啊。观点：学校是干什么的？如果必须达到一定的科研成果，那还是学校吗？做好自己的本职教学工作，应当算合格。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搞恶性竞争，根本没有用。观点：即便是最近恶性事件频发，什么都不可能改变粉红世界里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国家的迷思，也不一定吧？一定改变不了吗？这打脸打得那么响，噼里啪啦，接连打好几十个，他还能装的没感觉吗？只要没有落到自己身上，什么事情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真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自己的无助也很可能导致情绪的崩溃，并且报复社会。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恶性事件越来越多。中国有个办法，就是不让它出现，大家看不到啊，有可能啊。我相信
你再往后吧，现在几号了都？7号了，7·1就快到了啊。情绪，前不久衡水中学的中学生的演讲，发誓乡下的土猪一定要去拱城里的白菜，那种咬牙切齿的喊叫，充满着仇恨和戾气。这种教育体制下才能出来这种价值观的孩子，未来如果不满足自己的愿望，有可能成为那个复旦的老师。我看了一下，我没看完，就是关于那个衡水中学的演讲啊。我老实讲呢，我就不大相信那是一个真实的个案，就是它只是个演讲，这个演讲背后是什么我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拱白菜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以前还有一个凤凰男，大家知不知道？大家知道凤凰男对吧？从农村来，带着一些自卑感，然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可以理解啊，这是可以理解，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有一点，有些人他奋斗了20-30年。有些人他奋斗了20-30年，他也没有得到一些城里人一出生就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户口，比如说房子，比如说这个工作，比如说大学的学位。有些城市里，他一出生轻轻松松随随便便他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啥都不做就已经有的东西，比如说户口。那么这些人，这些从衡水中学出来的这些学生，他就不牛，他就要奋斗20-30年，他可能才能辛辛苦苦、精疲力尽才得到了这些城里人一出生就有的东西。所以这些年轻人他会有这种情绪，你说他戾气也罢，你说他咬牙切齿也罢，他的这种愤怒，你不在那个位置你是无法理解。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视频会疯传，它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啊。这种社会情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公。你想一下，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这些生活在这个级别下来的这些人们，他们的人生是什么？其实没有人关心，真的没有人关心。中国没有人关心，所有的人只往上面看，所有人只往上面看，没有人往下看。所以你生活在下面这些人多么愤怒。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就像一棵猴子树，上面爬满了猴子，从上往下看全是笑脸，从下往上看全是屁股，就是这样。你就是那个看着所有的屁股的人，你是什么感受？所以我们可能要用更多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好吗？提问，王老师好，我第一次提问，人在北美，一位室友是读计算机 PhD， 之前跟他聊天，他表示新冠病毒就应该传播到全世界。他还表示之前的非典肺炎可惜没有传播到全世界，他认为只有天下大乱，中国才有可能在这乱世当中呈现出发展的优势。请问他算反人类吗？他不算反人类吧，他只是非常无知而已。我觉得中国真的能在全世界的混乱中出现发展的优势吗？有优势吗？你看一下，最终疫苗也没生产出来，生产出来的是假疫苗，这有发展意识。我刚才你看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他了，好不好？啊，全世界中国已经成功的让全世界混乱了，全世界用科技的手段平息了这场混乱，但是中国还在混乱当中，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中国有优势吗？有个屁优势。情况打卡北京，公司经销美国进口医疗设备，听领导说要抓紧销售成单，
杭州已经下发文件，要求全市医疗机构采购进口医疗设备总数不得超过全部采购设备的20%。靴子落地，继续作死的路上狂奔。我父母是医疗器械行业，中国的医疗器械和全世界相比，20年差不多吧，20年，差20年啊。所以如果不买进口的设备啊，你就看吧啊。情况，深圳福田现在全民核酸疫情应该比大家想象的严重的多。深圳现在让打了疫苗的人加打安全针，多打1针。科兴董事长更放话，接种2针疫苗后，接种第3针灭活疫苗，并抗体可以迅速提高10倍。10倍什么意思？还能够提供保护吗？就你看这些人的话全部都是里面带着坑的啊。观点不能提供感染保护的疫苗是很危险，广泛施打后会产生选择压力，促使能逃脱的疫苗的病株更多繁殖，加速病毒的进化，尤其是在感染率高的国家。我再读一遍，我刚才没读好。不能提供感染保护的疫苗是很危险，广泛施打后会产生选择压力，促使能逃脱疫苗的毒株更多的繁殖，加速病毒的进化，尤其是在感染率高的国家。听懂了吗？这个非常危险，这件事情干下来啊。情况，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突然被通知本科转直本，学生抗议被关在学校，现场有几百个保安辅警，有男女学生被暴力对待，据说公安局电话打不通，微信热搜被撤。这个反正简直是太无耻了啊！情况，4月底，浦东看见一个疫苗宣传预约点，去询问疫苗接种情况。当问到有没有进口疫苗可以打，工作人员立刻跳起来，一顿批评教育，什么国外的不安全没用啊，不要传谣什么的。结尾还告知5月疫苗就停止接种，要打赶紧打。6月初在松江遇到同样的接种点，问了同样的问题，工作人员也是跳起来，又是一顿批评教育。然后我惊奇地发现，浦东和松江的工作人员针对有没有进口疫苗这个问题答复一模一样，相当标准化。肯定很多人在问，所以他的答案早就准备好。情况，上海杨浦区某商场拒绝没打疫苗的进入商场，同时金山、松江各区都有各种小区说未打疫苗不得入内，新闻都是我们自愿施打，实际是出台各种措施让你不得不打。同时现在打疫苗已经有夜场，晚上6到几点，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午夜场？没有用啊，问题是你打疫苗干啥？你不能保护你打疫苗干啥？提问只有一个疑问，中国疫苗臭名昭著，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还购买中国疫苗？是政治上的考量，还是做样子给中共看？干嘛要做个样子给中共看？这个问题问的，那就是因为做了工作嘛，给了好处嘛。疫苗外交，有些国家他没有钱买疫苗，那怎么办？中共说你不用你钱，你打就行，这就这样的。然后这个外交部又把一批费用支出了，对吧？然后中间大家都有好处了。观点我之前有个疑问，中共可以不顾人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给中宣部拨款几千亿，西方国家却不能宣传上投入巨资。那么西方在舆论战上凭什么战胜有组织、有理论、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中共？现在我找到了一个例子，美军降落台湾，这一行动比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有效100倍。很对，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个什么，西方政府是不能做宣传啊，
但是西方有媒体啊，西方媒体全世界的舆论谁决定的？不是中共的宣传战决定，是西方媒体决定的呀。这个非常重要。提问：王老师喜欢拿台湾的今天来证明中国人可以实现民主，但是台湾并非纯粹的华人社会。近代有过100年的日本殖民史，另外较为开放的华人社会，如新加坡、香港也有过英国殖民史。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为了彻底的民主化，应该被殖民200年。王老师怎么看？这么极端的观点吗？谁来殖民？谁来殖民？谁来决定该不该殖民？不要老把自己当上帝好吗？你说呢？我们做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有价值啊，对吧？你说呢？观点，我认为高考分卷考试的确会造成不公，但就我入读的北京某高校看，有一个显著的情况是，普遍认为高考大省学生如河北、山东、河南进入大学后，其学习成绩、学习技能从整体上达不到平均水平，低于北京、上海等。普遍认为既得利益省份，而其中水平最高的是浙江。高考不公的确存在，但高考前的教育质量的也有问题不少。对于那些高考大省极端功利的教学，对于进入大学后的学生习惯、技能、价值观，我认为负面效果很明显。我们在讨论2个不同的问题。公平是什么？公平就是制定规则，按照规则行事。至于说他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技能的问题，这跟高考没有1毛钱的关系，这跟什么有关系？跟你整个的学习制度，跟你的学习效能有关系。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今天发布通告，6月12号将为党建100周年大阅兵进行彩排。要阅兵了，不说不阅兵吗？还是没憋住哈。情况：习不由自主的晃脑袋，可以看一下19年的阅兵，已经很明显了。是的。情况，而且19年阅兵有个特点，你去看一下，原来的，大家有没有看一下他敬礼是哪个手？你去看一下啊，更好玩。大家看一下他用哪个手敬礼，那是关键啊，不是晃脑袋的问题，是敬礼用哪个手敬礼啊。情况：人民日报 APP 推送说，社区要搞好，一定要有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感觉要加强基层荼毒了。提问：请问王老师，昨天提出来上海浦东单独有独立立法权，请问怎么解读这个政策？想取代香港的地位吗？应该没有用吧，跟海南自贸区一样。浦东有独立立法权，跟什么一样？跟深圳一样，深圳就是有独立立法权。理论上来说，省级单位、省级地方政府才有立法权，省以下单位是没有立法权啊。那么现在深圳给了他一个立法权，现在浦东也有了，其他的你都想多了。观点：中国的疫苗商都是骗人的，骗补贴，打1针政府补多少钱？现在去医院所有的病人全部做核酸检测，一个人做100多啊，这一新一轮的割韭菜。提问：中国的疫苗无效，疫情大爆发，对美联储加息有何影响？不知道，这2者之间能关联起来吗？观点：直播1的高考其实可以聊一聊，感觉网友没听爽。是，高考可以再聊一下，但是高考我们毕竟还是在讲新闻，所以我就差不多就停了，因为我还是集中在讲后面的主题，就是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没有展开讲太多。理解啊，明谢 Elena 妈，谢谢。Charlie Johnson，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一针见血，让鬼魅伎俩无处藏身。姥姥王，谢谢，感谢王先生直言不讳，不要改变，永远做真诚的自己，共勉之。谢谢姥姥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